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你的观点与意见看法。好，来欢迎今天的3位来宾。首先是前大使、资深外交官邱文基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政大国发所助理教授王安雅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台科大机械工程系助理教授黄忠仁老师。何荣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都知道，今年4月如果没有任何意外的话，那么中美两强的元首，也就是习川会渴望举行，渴望登场。而在前2天呢，大家也都知道，中美俄3方的元首呢各自通了电话，就是由中方主动，他们先安排了中俄2国的元首，也就是习近平和普丁的视讯通话，再安排了中美，也就是习近平和川普的电话热线。那外界一般的看法，现在多半认为这些电话当中谈的其中有一个重点是伊朗，还有也就是台湾议题。那川普在事后，也就是4号这一天呢，在社群媒体上面发文表示，他跟习近平完成了一场非常出色的电话会谈。他说呢，这通电话历时比上次还要长，内容也更深入，双方讨论了多项重要的议题，整体的气氛他觉得很正面。至于具体议题谈了什么，他的发文中是说，像预计在4月要访问中国大陆的行程，还有台湾议题、俄乌战争以及伊朗当前的局势。另外就是中方向美方采购石油、天然气、大豆等相关议题呢，都有交换意见，所以难怪这个电话打得比较久。好，那其中台湾议题谈了什么呢？根据新华社的报道说，习近平向川普也表达，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的议题。看来台湾呢，也是这场电话会谈当中相当重要的部分。而川习2人谈到了台湾的军售，现在台湾方面呢，国防部表示美国政府已经针对部分项目提供了发价书草案，我方必须在3月31号支付首期的款项。那在野的国民党副主席萧巨岑最近就点名 AIT， 他说 AIT 请不要干涉台湾内政。并且说 AIT 的台湾处长就是古立言，在美国整个国务院的体系呢，他的位阶只比科长大一点，但台湾呢却被比司长小的官员，也就是古立言呢要求这个要求那个的。我们怎么看2026？因为对美国来说，今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年底11月的期中大选。好，那2026的中美大交易怎么看呢？川普那需要中国大陆方面如何给力？特别这次习近平在跟川普的电话当中，大使我们听到了习近平他点名的一项就是对台军售，虽然没有明讲，不过呢提醒了美方要好好的面对这个问题跟处理这个问题。那在通完话之后呢，也掀起了这个巨大的讨论您怎么看这一次由中方主动，特别先打给了俄方，再打给美方这样的元首通话？我想基本上因为大陆的这个国家主席打电话是比较慎重的他都会有全盘考量，所以我认为先打给俄罗斯，再打给美国，这是一种在战略上的一个平衡的措施，因为中国大陆事实上可依靠的盟友的话，在必要时或者现在，最重要的盟友应该还是俄罗斯，那中国大陆也让俄罗斯提供了中国大陆更多的能源设备，因为这个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分散能源供应来源国其实是稍微有一点抵触了，就可以看出来大陆对俄罗斯在战略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很看重俄罗斯的，所以俄美关系是一直都不好，那当然说中国大陆现在俄美关系这2头，它必须要注重一种从外交上来讲就是一种平衡，而且这个先后秩序那个意义也非常的重大。那有的时候就是说，你跟你关切的对象，对方关切的对象有接触，都是事后才做这个 debriefing 的，就是说才做一个跟他报告一下跟你说明一下谈了一些什么。这个在事先就打，可见这个战略的这个位阶来讲应该是俄罗斯在美国之上。那么这也是给美国一个讯号，就变成就是说，中美关系是很重要，可是呢，中俄关系还是更重要的感觉。对，那当然这个有关台湾这个军售里面军售问题，大陆的用语用的是很强。新华社的报道里面，他用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问题。
那其实这个务必慎重处理啊，这个在我们中文里面来讲已经是相当重了，所以川普的过去他跟习近平主席或中美双方的高层谈话很少提到说有谈到台湾问题，那这次川普自己在他的那个脸书里面，他就Truth Social 里面，他特别提到台湾问题，当然他是照例都没有谈内容，那不过他在他的自己的讯息放出来谈台湾问题啊，我觉得就已经是值得我们就关注了啊。那而且事实上的话，这个川普在他自己的那个文章里面，他开始就讲了，我也觉得他用了一个比较过去不太常用的一个字，他用了一个，然后这次的电话是 long and thorough 意思就彻底，就是说很全面而彻底，所以这个他没有讲打了多长一个电话，不过他讲是一个蛮彻底的，很彻底的一次电话讨论。所以我觉得这些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啊。不过大使，您觉得，这次习近平在电话当中向川普表达了，尤其是针对军售这个议题啊，那先前有讨论，也有一些分析师认为说，美方一直游走在过去中美3个公报啊，特别是巴西公报的防御性武器这个部分，然后呢，这个说一套做一套，所以这次是不是再次的去提醒了美方说？你接下来我就要看你怎么做，因为我们4月不是要见面嘛？我觉得这个次的谈话应该说是，就是说习近平跟这个川普啊，去年年底在釜山见面会谈之后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就是说哈，对过去2个月双方在釜山谈的之后的这些计划，这些哈共同这个哈。后续的执行的一个执行的一个盘点，这个盘点，另外一个呢，也就是变成就是说，在一起展望到未来4月，双方会在北京会面的这一个议程。那这个电话就表示，这个过去2个月，这一些双方的工作成绩的会面是有进展，对，所以双方对这次会谈基本上都没有太多的怨言。那这个进展的话。应该是各方面都有进展。对，那接下来习近平也等于说半公开的承认了，也表示你4月可以来了，要不然不见得能来哈。所以到4月的话，那现在就是2月到4月这个 agenda 这个议程的话，我觉得又经过 renew、update， 然后呢，看看到4月之前执行到什么程度。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双方的关系是有进展的。对，那川普最高兴的还是那2000万吨的大豆。对，这是他特别大提又提。因为大陆现在对美国、对川普这个政权的一个态度，基本上就是说斗而不破。那基本上还是强调中美关系合则两利。是。那可以合作的地方，可以帮忙的地方还是帮忙，可是该守该斗的部分还是守得很紧。您刚刚提到就是特别买大豆这件事情我们来看就是这次当然顺序上面就是先由习近平跟普丁通视讯电话，然后呢再来就是习近平跟川普用热线电话。德国之声也报道说呢，习近平强调说今年的国际形势非常的严峻，而且呢愈发动荡。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还有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他说中俄2国都有义务推动国际社会坚守和平、公平、正义，然后呢，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还有国际法基本准则。另外，刚刚讲到了说，在这通电话当中呢，那川普也说，中方正在考虑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包括这一季要把大豆的采购量提高到2000万公吨，下一季呢也承诺要采购2500万公吨这次电话当中谈的都是大豆采购，那是想为其中选几加点分数吗？因为都没有提到科技啦、辉达啦、高科技相关的。潘老师。那个延续刚大使说的就美中今年是一个 truth 的一年那川普要全力拼这个期中选举，但他会输掉这个众议院。那习近平当然也要清理战场，准备第4任就位那现在那个中国大陆已经不像以前这么需要 NVIDIA 的芯片因为 NVIDIA 的芯片迭代太快、太耗能、太贵了、太浪费了。那反正美国也不会卖中国大陆 state of art 的芯片，所以他直接就供应用面，用 real time 做 inferencing。小语言模型让 physical AI 尽快落地 monetization，
以后只要等这个 NVIDIA 清库存就好哈。反正买2年前的商品 OK 的，然后用数学算力去补这个芯片运算的一个限制哈。那再来就是说，反正中国只要多养一些猪，吃美国大豆就可以搞定这个贸易协定。然后再来再多卖一点美国的土，中国的土给美国公司用也可以。那关税50%就是上限哈，超过就无感了。所以说，即使加50%关税，中国大陆的制造成本还是比美国低。所以未来的重点应该是在 Fed 新的 Chairman 5月就任以后，他会开始缩表。所以中国大陆在买美国的这个债，就相对来说比较重要。所以说比较 make sense 的是说，美国会发给中国大陆一个1 trillion 的超长期的国债。然后呢，中国大陆该谈的是说，把这个国债反手，再去把它 swap 给美国的机构，用人民币再反手，一次把华尔街的 interest 跟这个华盛顿 interest 搞定，等于就是建立一个货币互换的一个制度。OK， 所以如果跟这个2025相较起来的话，2026可能比2025要稍微和缓一些。不过在科技上的竞争架构是不变的，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常常跟观众朋友们分享的哈。那最近也听到了这个英特尔的执行长陈立武呢，他就突然表示说，美国在开源人工智慧的研发进度上已经明显落后给中国大陆。英特尔呢正在加速布局 GPU 啊，就是图形处理器的相关业务。陈立武是在出席旧金山这个Cisco 的 AI 峰会上面呢，接受路透社的访问时呢，他说了这样的话。他也说呢 ，Intel 计划自行研发 GPU， 锁定的是资料中心市场，要正面迎战由辉达长期主导的领域。另外，他也表示呢，对于大陆的华为啊，最近传出说已经网罗了大约有100名顶尖的晶片设计师，这样的消息他感到非常震惊啊！尤其是目前呢，在美国对中方取得晶片产业关键的软体跟工具设下重重的限制障碍的这个背景之下，现在还有这么多的这些软体工程师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啊，更显示出中方呢在科技研发的能量是不容小觑的，不能忽视。好，那陈立武或者说现在 Intel 其实被赋予重任，因为常常讲说他是美国的代表，尤其是科技产业的代表，有了美国政府的大量补助。那黄老师怎么看？就是现在呢，Intel 也被认为说要复兴这个美国未来的半导体高科技产业啊，它这个其实压力也蛮大的。陈立武最近的说法，一下子说要追赶黄仁勋，一下子又赞扬说华为有很多的这个软体开发人才哈，不可以忽视他们哈。你觉得他在对内跟对外未来 Intel 的这个布局的战略会是如何？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对话，就是当今陈立武先生说出我们要迎战 NVIDIA，然后华为有很多的表现，在2个层面上是这样。第一个是我把 NVIDIA 捧得很高，对你 CUDA NVIDIA System 很厉害，但是我不要让你垄断市场，我要让美国政府去注意到说，今天市场逐渐在被辉达主导。他怕资源集中到辉达去，他是要让政府去驱动反垄断这件事情。我要让市场的 AI 的先锋全部被垄断，所以请给我更多钱。然后他第2步下得更漂亮了。他把整个上升到 AI 的一个国安问题，连华为都可以网罗到这么多顶尖的科学家了，请给我更多钱，我要网罗更多顶尖的科学家。他其实在2个层面上去对他，也不能说竞争对手，就是在这个市场上2个不同的族群去拆解出他自己的定位。那我觉得他在锁定资料中心市场上 ，Intel 有一个很巨大的优势是，它是现在还留有的几个 IDM 厂里面相对来说规模相对比较大，是，那也意味着 Intel 它有非常快速的垂直整合能力，也就是说我不需要去拜托台积电给我产能，而是我自己就有办法去生产我需要的东西。Intel 它要卖产品，它不见得要像 NVIDIA 去offer 一个非常大的 ecosystem， 我从很尖端的 AI 到 Edge Computing 我都可以做，全部卖给你。它只要锁定某些特定的客户，金字塔最尖端的。请你赶快给我，我要非常客制化的高端晶片。这个其实它在下一步这样去走，就可以在市场上走出一个比较大的区隔度，对，才会有资金做接下来的高科技发展。所以从它的竞合战略啊，因为不只是竞争，它既竞争又合作，特别是在跟辉达或者这些其他的高科技的大厂在竞争之下，它也必须要找到一个像你刚刚讲说，不管在人也好，钱也好，绝对不能让其他的我们讲同业的对手专美于前，是这样。是，就比方说
我跟 Intel 在 NVIDIA 好，我们现在如果对中我们可能站在同一阵线，那我们就试着把中吃不到的市场，我们一起把它吃下来。你不要全吃，因为你全吃你会浪费太多资源，大家各分一块。那当他跟别的公司又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时候，也会有其他的竞合关系存在。对，我觉得 Intel 现在就是站着它有一个非常稳定的 IDM 系统，来巩固它自己的地位。了解。等一下回来我们就要来聊的是2026是 AI 迸发的一年，目前预估是如此啊。但是这个 AI 的相关技术的突破跟高阶制成的晶片研发跟制造有关。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